2024年7月8日，两位母亲散尽家财，终于绑来了杀害女儿的凶手。可说到如何惩罚眼前的恶魔，二人也没有很好的办法。首先，第一步就是通过电击的方式将其唤醒。凶手被电得一脸蒙圈，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分明已被执行了死刑，可为什么又会出现在这里？多处利器损伤。慧君拿出了法医出具的验尸报告，他们要按照女儿生前所受的折磨，原封不动地复刻在凶手身上。赵静满脸的愤怒，女儿遭受了非人虐待后惨死，今天她也要凶手体验一把生不如死。这里的恐怖绝不亚于地狱。接下来是后肩，每一刀下去，凶手都发出歇斯底里的哀嚎。肋骨2处骨折。赵静又拿出一把扳手，毫不犹豫地砸向了凶手的肋骨，又是一阵惨叫。慧君已被吓得浑身颤抖。平时连鱼都没杀过的母亲，此时已被仇恨冲昏了头脑。每每看到女儿尸体的照片，她的愤怒就会增加1分，因为越是往后，伤害也就愈加的惨不忍睹。你们埋头狱警了是不是？喂！肩部利器贯伤。赵静抄起一把杀猪刀，缓缓来到凶手面前，终于被对方认了出来。然而就当他做出最后的决绝之际，张世凯突然迸发出一身蛮力，将赵静踹出了几米远。眼前的场景不受控制，慧君赶忙拿出电棍塞进水桶，一阵电光火花之后，赵静重新站起身来，一刀捅进了张世凯胸前。挣扎片刻之后，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可两人的恨意并未就此消除。赵静的女儿惨遭杀害，慧君的女儿昏迷在病床，一躺就是5年。他们花光毕生积蓄复活了凶手，本有7天的时间将其折磨，绝不甘心让他在第1天就死得如此轻松。好像没有呼吸了，怎么办？花了那么多钱，不会第1天就把他弄死了吧？人工呼吸。慧君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但他是害惨女儿的恶魔，大仇还未得报，他只能壮着胆子俯身上前，嘴对嘴进行抢救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两个毫无经验的女人不知所措，因此做出一个后悔终身的决定。慧君留下来收拾残局，而赵静则去叫了救护车。一路上二人编织了蹩脚的谎言，可这才突然想起来，张世凯已被执行了死刑，此时的他早已没了身份。就在两人紧张的思考之际，张世凯突然睁开了眼睛。眼看又是一场混乱，各方人马立刻展开了追逐。这一幕很快就被警察发现，于是也参与其中。好在不久之后，张世凯逃进了小巷，慧君也及时赶到，给他注射了麻醉剂。有了这次教训，两人决定先打断他的双腿，可又害怕会像刚才那样没有分寸。听着眼前两人的唠叨，张世凯发出了灵魂拷问：没关系的，就打这里。搬那么重，到底想怎样？是想我死，还是想我？一番话问的二人愣在原地，他们耗尽家财就为惩罚凶手，可此时却前怕狼后怕虎，既担心张世凯受的罪太轻，又害怕一不小心将他打死。难道这样的复仇真能告慰女儿的在天之灵吗？就在两人犹豫之际，医院的电话突然打来，真真的病情又恶化了。他在床上躺了5年，每天都要徘徊在生死之间。医生拿着文件告诉他，真真的肾脏出现了衰竭，要立刻进行手术治疗。可即便做了手术，最好也只能恢复到原来的植物人状态。如果确认要做的话，就在这里签字吧。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我应该不用多做解释了。要治疗还是放弃？慧君开始犹豫了。5年的反复纠缠，不仅耗光了家产，也让女儿受尽了痛苦。可犹豫片刻之后，慧君仍是在通知书上签了字。这次又是一大笔费用。慧君在缴费窗口搜集了所有零钱，虽然让女儿暂时脱离了危险，但这种日子仿佛永远都看不到尽头。她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或许是对女儿的愧疚，也或许只是对破碎家庭的一丝渴望。她只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好妈妈而已。你本来就是一个好妈妈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放弃，可有一天她就突然就这么握住我的手，我叫她，她也有反应哎。结果医生说，
他只是普通的神经反射。但我相信，要我再给珍珍一次机会，有一天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这5年来，我最痛苦的不是绝望，是没完没了的希望。在聊天中，赵静突然有了想法，无论他们付出何种努力，即使最后亲手杀掉了张世凯，可7天之后呢？一切还将回到原点，还有永远都付不完的账单。为什么同样是家人过世，他们却要时刻忍受煎熬，而凶手的母亲则可以过得体贴自在？是啊，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，而他们的计划也绝不应该只出口恶气那么简单。复仇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停给他希望，又在期盼的等待下迎来绝望。张静深夜走进电闸园区，这里早已人去楼空，但每个角落仍透露着5年前的惨烈。女儿在这里度过的每个日夜都充满了绝望。她列好了回家后的清单，去吃一次从不舍得吃的零食，争取拿到最高额的奖学金，去跟母亲说声对不起，最后把同伴的小狗带回家。可一切的幻想都在那个晚上烟消云散，如今只有老态龙钟的狗子在这里来回踱步。怎样？你们想好干嘛了吗？当然是要钱啊，要不然我每天这样看着你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啊？钱要留给活下来的人，这是你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想过了，人嘛，真的不能一直活在过去。所以呢，他打算回吉隆坡开店，我呢也想回台北好好的照顾我女儿。但是我们都需要一笔钱重新开始生活。看到他还在犹豫，赵静马上做出了补充。在法律层面上，张世凯已经被执行过死刑，只要肯把钱交出来，他就可以换一个身份重新活下去。届时没人知道他是谁，更不会有人在乎曾经的种种恶行。好啊，可以，那你们把我放，我帮你们搞钱。你也没放心意，你是怎么利用他搞到钱的？要不要从最亲的人开始？两位母亲不再需要掩饰，她要张世凯像对待女儿那样去骗光亲友的钱财，特别是他那个挥金如土的母亲。张世凯满口答应，随即用口中的笔写下了一个天文数字，整整1000万，用来为2个女孩赎罪，同时也买走自己的性命。可赵静却摇了摇头，她要的不止如此。张世凯只好修改了开头的数字。4000万，加油！4000万足以解决2人的一切麻烦。这晚，赵静在废弃的园区里点燃一枚烟花，恍惚间，她似乎看到了女儿的身影。此时的她显然已经成为了罪恶的一员，杀死凶手已经无法让她解脱。接下来的6天时间，她要让张世凯的亲人也散尽家财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母亲张凤正在加紧筹划。她化身一名慈善会的大善人，实则却打算投资地产项目，将手里的黑钱彻底洗白。哇，再给我一张卡，我约朋友出去逛街。额度超过了就不要买东西了嘛。网络上你碰那些有的没有的，怕别人不叫母亲，知道多少人今天怎么看，至少都应该投其所好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对方声称是他的儿子张世凯，可他因诈骗起家，并亲眼目睹了儿子的死刑，怎可能相信这些无稽之谈？我还是诈骗犯，防范意识真强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再打一次。他不会相信。两人只能再次电晕了张世凯，去一旁另想办法。这次他们录了视频，为了增加节目效果，赵静又在他的脸上补了2刀。妈，是我，你赶快准备4000万，不然他们会弄死我。视频发出去的同时，慧君来到这家慈善会，恰好遇到了会长郑重的宣布，三清太极会虽然成立只有半年，但却已筹集到了500万的善款，还帮200人改善了生活。而第一笔超100万的善款就是张凤所捐。他站在台前发表着感言，自从儿子被执行死刑后，他总是能梦到一束灵光，其中夹杂着儿子的痛苦和救赎。因为我知道，这是诸位天尊在告诉我，我的儿子罪孽深重，所以他才决定将所有财产捐给慈善会，日后还会用一生潜心修道，替儿子赎罪还债，希望有朝一日能洗清他身上的所有罪恶。我们都是世间大善人，善人。可就在这时，张凤突然看到了人群中的慧君，脸上突然由晴转阴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这里坐满了善男信女，他深信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。再说他仅仅才捐了100万，和警方查到的资产基本一致，可全家诈骗了这么多年，怎可能只有区区的100万？慧君也深有感触，他认为太极会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成立，必定是帮他洗钱的重要一环。太极会的账目一向都是公开的，而且每个月的资金来往就只有那些几十万、几百万。但是张世凯他敢把赎金写4000万那他们的财产一定不止这些啊。
那钱到底藏在哪里？